话说这沈家大难临头，圣旨一到，满门问斩，旁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唯独沈三姑娘啃着鸡腿把全家啃活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家私通敌国，满门抄斩。来早了，不是还有3天才抄家吗？狗皇帝真不守时。不过也行，地道昨晚刚挖通，金库也转移了，死尸都安排在西巷。只要我爹别犯蠢喊冤，今晚全家就能假死跑路。沈相，你可有话说？臣无话可说。死不悔改！沈相认罪快。雷霆雨露，皆是君恩。爹，你这话说的真恶心。我知道他不是苦。来人，封府！沈家上下，今晚虚实问斩。玉石，原剧情里是3日后午门问斩，男主苏诗衍带人劫法场，我沈知微为了救全家替他挡刀，结果人没挡成，自己先凉。现在改成今晚，苏诗衍来得及吗？你笑什么？我笑我们沈家忠心一世，最后竟死得这么急。二哥演技不错，回头逃出去可以去唱戏。押入祠堂，不许饮食，不许传信。若少1人，整个东巷陪葬。沈三姑娘，胃口不错。断头饭当然要吃饱些。老东西，你明日就会被林贵妃灭口，笑什么笑？看好他们。假死药在娘头上的银簪里，1人1粒，吃下去气息全无2个时辰。尸体由禁军抬出城，路过乱葬岗时，死士会动手换人。唯一麻烦的是苏时衍，他这个疯批今晚会不会提前来？来了就麻烦了。他以为自己是来救沈家的，其实他一出现，皇帝正好扣他谋反的帽子。知薇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爹说？没有。有。等等，不是吧？你们能听见？你心里骂人比我嘴上骂的还狠。唉，地道在哪儿？爹，你听我解释。先逃，再解释。不愧是能做到丞相的人。少夸，指路。别怕，咽下去，姑母带你玩个藏喵喵。藏猫猫要藏多久？藏一会儿就好，藏到天亮。我本来不想管的。我穿过来时，只想苟到剧情结束。
可沈家人太好了。娘娘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何况这是沈家的人。这个镜子要收得住。来，带你买糖人。我不是书里那个只活了3章的炮灰沈之薇，可他们把我当真的沈之薇疼。现在全家都知道了，我反而松了口气。厨房后紧，但不能全走，外面禁军太多，祠堂少一个人，立刻会被发现。那怎么办？烧祠堂。祠堂起火，禁军必乱。我们吃假死药，躺在里面。他们怕烧坏圣旨和案卷，一定会先救人，再点数。先救人，圣旨在里面。尸体怎么换？他们不敢在府里砍，皇帝要的是沈家满门伏诛的场面。今晚只是先押走，路过西巷会有人动手。谁的人？苏时衍的人。镇北王世子苏时衍，他为何救沈家？因为他娘当年是被皇帝害死的。因为他手里有先帝遗诏，因为沈家不是通敌，真正通敌的是皇帝的亲弟弟顾清回，他和皇帝不对付。还有，因为原书里的沈之薇救过他。你心里那句呢？爹，你现在一点都不可爱。他欠我一个人情。三妹，你什么时候认识苏时衍的？他欠你什么？以身相许那种？来不及了。怎么又提前？不对，是林婉宁。沈姐姐，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还有脸来？礼部尚书之女，我名义上的闺中好友。实际上是替贵妃确认沈家有没有留下活口。当年猎场相救。之薇，我求了贵妃娘娘好久，才求来一桌饭菜，你别怪我来晚了。林姑娘，一华，别把眼泪摔没了。二公子何必这样说我？沈家出事，我也心痛。心痛？你是心疼我娘那块玉佩还没拿到手吧？夫人，这是我特意给您熬的安神汤，您喝一点，路上也少些苦。夫人，您是不是怪我？可是我一个弱女子，实在救不了沈家。当然救不了，你只会下药。这汤里加了迷魂散，喝完连假死药都吞不进去。夫人，沈家还没倒，轮不到你来哭丧。芷薇，你看夫人，你来送饭，还是来搜东西？你说什么？你回我！你回我！林婉宁，你偷钥匙是想进沈家内库替贵妃找什么？我没有，这是你给我的。还嘴硬，内库里有先帝亲赐的镇北军半枚虎符，狗皇帝找的就是他。可惜我昨晚已经拿去垫狗窝了。芷薇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我？那你敢让我搜身吗？走。你们疯了！外面都是禁军，你们敢碰我，贵妃娘娘不会放过你们！这一巴掌打你偷东西，这一巴掌打你害我女儿，这一巴掌打你在沈家吃了3年饭，却端着毒汤进门。没有毒，你们血口喷人！
迷魂散遇热变轻，林姑娘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志伟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贵妃说，如果我不来，她就要杀我爹。假的，他爹礼部尚书早就投了贵妃，父女俩一个献假证，一个偷虎符，配合的比亲夫妻还默契。礼部尚书林正，当年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，是我举荐他入仕。他女儿林婉宁，也是我娘看她丧母可怜，常接进府里照顾，结果养出一条毒蛇。你想活吗？想，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你帮我做件事，出去告诉贵妃，玉佩拿到了，沈家喝了汤，已经没有反抗之力。玉佩，那是我娘照着真玉佩仿的。只要我帮你传话，你就放我走。否则，你袖子里这包迷魂散，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林家送进来的。沈志伟，你别得意，今晚监斩的人是苏诗燕。什么？怎么会是他？袁术里苏诗衍这会儿应该调去北郊大营了。世子，沈家人疯了，他们打我，还污蔑我下药。完了，疯批来了，他现在还是皇帝手里的刀。千万别让他发现地道。他看我干什么？难道我脸上写了“我知道你3岁尿床”吗？世子，我好心给他们送饭，他们却这样对我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。你是谁？好，不愧是全书最会让绿茶下不来台的男人。世子，陛下吩咐，你来审。世子，要审什么？沈三姑娘。世子，他受伤了。不对，是北郊营的火灰。他刚从北郊赶回来，原剧情改了。他还是来了，他真的听见了！完蛋，这下不是全家掉马，是我在男主面前裸奔。你知道我会来？不知道，知道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3岁尿床的事告诉你。他笑什么？他肯定听见了。难怪袁术里他杀人那么快，谁心里有鬼他都知道吧？我不是什么都能听见，只听得见你的。不是老天爷，你是不是嫌今晚抄家不够热闹？世子说笑了。这个也是说笑。他什么时候拿到的？坏了，他提前知道我留了后路。北郊大营没有调令，是有人用我的私印伪造军令，想引我出城。私印角度偏了1毫，拙劣的把戏。你没去？去了。那你怎么回来的？把伪造调令的人杀了。不愧是疯批。再叫疯批，我就把地道入口告诉外面。世子英明，陛下要的不是你们的命，是沈家手里的半枚虎符和一份名单。什么名单？先帝临终前留下的旧臣名单。名单在沈家祖宗牌位后面第3块砖里。
皇帝要杀光他们，好让顾清淮接管南境兵权。镇北王，这份名单，陛下找了10年。你想要？我要它，但不是献给皇帝。贵妃娘娘驾到！他怎么亲自来了？说我肯定露馅。地道还能走吗？来不及了。贵妃带来的不是禁军，是内廷暗卫，他们认得贾死瑶。还有别的路？有。可是那条路只能走一个人，那是我留给自己的后路。我本来想等全家甲死后，自己引开追兵，再从横梁暗阁爬到隔壁废宅。可现在人太多，我不能走。你走，名单给你，出城后交给镇北王。我不走。沈知微，我说了不走，我走了，沈家怎么办？袁书里沈家死，是因为没人把他们当人。现在我在，谁都别想再把他们当棋子。苏世子，陛下让你监斩，你怎么倒像在叙旧？审犯人。审出什么了？沈家认罪，血石行刑。那名录呢？没找到。苏时言，你可想清楚，陛下能让你掌镇北军，也能让你一无所有。娘娘能替陛下做主。娘娘，沈知微身上一定有东西，他刚才就很奇怪，他像是早知道沈家要出事。他还污蔑我下药，说我偷钥匙，可他自己才最可疑。沈家那么多人慌成那样，只有他不怕。沈三姑娘，你不怕死？怕？那为何不哭？哭能让娘娘放过沈家吗？不能。那我哭给谁看？苏世子要抗旨。陛下的旨意是叙事问斩，不是让娘娘私审。本宫怀疑沈家私藏谋反证据。证据呢？娘娘，就是这个。沈夫人一直把它藏着，不肯交出来。沈家肯定有问题。一块玉佩就能定沈家谋反？这不是普通玉佩，这是镇北王妃旧物。世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当年在猎场救你的人其实是我。沈知微偷了我的玉佩，还想冒领功劳。好家伙，我还没死呢，他就开始抢军情了。当年你被狼咬得满腿血，你醒来就走，害我在洞里冻了一夜。我都没找你要医药费，他倒先演上了。8年前的往事，被咬了一口。你救过我。是，世子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在哪儿救的？猎场后山。何时？8年前秋猎。我伤在何处？他根本不知道，原书里他是从沈知微死后留下的手札里看见的，可我把手书烧了。你当时伤得太重，我太害怕，记不清了。我从未告诉过别人，我8年前在猎场受过伤。那是我今天早上随手塞进去的。这个，解释一下。擦桌子的。解释什么啊？这是你当年咬我时我包手的布，你属狗的，咬完还不松口。沈知微，干什么？这次换我救。世子，你不能被他骗了！来人！苏世子，你要造反吗？
造反这2个字，等陛下亲口问我。苏师爷，娘娘私带内廷暗卫闯相府，搜先帝旧臣名单，你猜，朝臣会先参我，还是先参你？世子，沈家3代受先帝托孤，守南境旧臣名单10年。今日奸人构陷，沈家若死，南境必乱。臣沈鹤年请世子。袁术也就我爹死前血史上的最后一句，这一次他活着说出来了。看我做什么？你觉得呢？当然结啊！你等这一天等了10年，沈家等这一天也等了10年，你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。现在名正言顺来了，你还装什么稳？苏师爷，接令！拦住他！苏世贤，你害我，我也不让好过！再动，死！又受伤？你怎么每次见我都受伤？每次？听错了。没有。时辰到，押沈家步刑场。不好，皇帝根本不在宫里，他在刑场等着。他要当众杀沈家，也要逼苏诗衍动手。弓箭手300，禁军800，顾清怀的私兵藏在城楼下。他要当众杀沈家，也要逼苏诗衍动手。刑场有埋伏。多少人？很多。怕吗？不怕。怕有什么用？都到这儿了，谁先怂谁是狗。好。沈家老弱走地道，其余人随我去刑场。你还去？去。明知道是埋伏。正因为是埋伏，才要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5成，加上沈之威，8成。你礼貌吗？我只是个啃鸡腿的炮灰。你不是。走。之威，回来吃饭。公敌叛国，死有余辜！他们知道个屁！人。沈相，没想到吧？你也有今天。沈三姑娘倒是镇定。王爷倒是着急，时辰刚到，陛下还未现身，王爷就坐上监斩戏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今晚要杀沈家的不是陛下，是王爷。好一张利嘴！急了。因为私通敌国的证据在他怀里，左边内袋蓝皮折子。苏世子，还不行刑？再等等，皇帝该来了。只要他亲口说出旧臣名单，就能坐实他知道先帝遗诏存在。圣上驾到！跪！他看起来不老，40出头，甚至算得上温和。可我知道，他杀兄弑父，篡改遗诏，还把整个南境当成顾清怀的磨刀石。石岩，辛苦你了。臣不辛苦。沈家可曾交代名单？来了，没有。
沈相，你守了10年还不肯交出来？沈家不是通敌吗？皇兄，陛下说守了10年是什么意思？沈鹤年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名单和虎符，沈家女眷可免死。我娘不在，沈家女眷只有我和2个嫂子，用3个人换全家的命，这个交易本身就建立在一个谎言上。陛下，您不是说沈家私通敌国吗？沈知微，臣女在。你知道的不少，比陛下想的多一点。放肆！王爷这么急，是怕我说出你和北狄3皇子通信的事吗？去年腊月初9，城南观音寺后巷，王爷派长史送出第1封信。今年2月，北狄劫粮南境3城断粮，王爷私扣军饷10万两。南境3城断粮死了多少人？上个月北狄退兵，王爷府里多了3箱红珊瑚。对了，王爷左边内袋里那本蓝皮折子，上面还有北狄3皇子的私印。还有证据，宁王通敌！拿下他！谁敢？苏时言，你果然要反！臣反的不是君，是贼。先帝遗诏在此。假的！护遗诏，可废之。弓箭手！你不是来看热闹的，你是谁？拿下宁王私兵，一个不留。就你害我家！沈惊鸿，你敢碰本王？碰都碰了。你问这话的时候已经晚了。通敌证据在此。宁王通敌，沈家冤枉！苏时言、沈鹤年，你们带兵入城，才是真正谋反。先帝虎符在此，镇北军奉遗诏入宫，请君策。朕是天子！我母妃死前也是这样喊你的。她求你放过镇北王府，求你别杀先太子。你说，死人不会说话。父王，今日让他听听，死人到底会不会说话？臣夜之秋，奉先帝遗命归京作证。臣许之南，奉先帝遗命归京作证。臣温景然，奉先帝遗命归京作证。沈家也不是靠我的地道活命，这10年，沈家守的不只是名单，是人，是证据，是所有不甘心死在黑夜里的人。
你想活得好，没有错。可你踩着沈家的命往上爬，就该摔下来。你放我一次，我们从前那么好。从前你说你怕冷，我娘把自己的狐裘给你；你说你羡慕我有哥哥，我二哥翻墙给你温暖，被我爹打了20板子，我把我最喜欢的海棠簪送你。林婉宁，沈家从来不欠你。我错了。晚了。沈知薇，你不得好死！苏师爷喜欢的人明明该是我，我是他命里的救命恩人。你不是。8年前救我的人，手背有一排牙印。我记得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经查，顾清淮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南境断粮死了3万百姓，北敌结城，掳走数千俘虏。这些账终于有了名字。我儿子死在南境，你拿他的命换上我。沈知薇，你以为你们赢了？小心！我说过，回来吃饭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娘真帅。穿书是什么意思？原书里，沈家真的死了。你早知道，为何不早说？苏师爷3岁真尿床。二哥，沈惊鸿，我不是原来的沈知薇，我知道这本书所有人的结局。沈家被押上刑场，苏诗衍率兵造反，林婉宁带着玉佩去找苏诗衍，皇帝被废。可我不知道，我这个多出来的人会不会让一切变得更糟。知薇，你不想说就不说，不管你是谁，从哪里来，你都是我的女儿。娘只问你一句，你还会走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在你走之前，娘多给你做几顿饭。回来了就好。
多吃点儿，万一哪天又抄家跑得动。你威胁我，你来了，我怕你胡说。我没胡说。苏时衍，你别仗着能听见我心里话就欺负我。现在听不见了。什么？从刑场那晚之后，就听不见了。真的？不是。但你脸上写的很清楚。沈知微，那晚你说袁术里你替我挡刀，没挡成。你还说袁术里的沈家都死了。我没怕，怕自己不是这里的人，怕沈家知道后不要你，怕我喜欢的是那个救过我的沈知微，不是你。你胡说什么？这局猜中了。没有。8年前救我的人是你，可我穿过来才2年。那就说明8年前你就在这里。沈知微，你不是多出来的人。你别死啊！你死了我怎么跟你爹交代？你属狗的吧！你怎么不动？怕你踹我。那你低头。8年前咬我的账清了。就这样。那先欠着。哟，看表现呢！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爹说你半夜翻墙，不是偷鸡就是贱人。沈家现在没鸡丢，只能来抓人。苏世子夜会我女儿，不合规矩。沈相教训的是。吃饭了吗？娘，还没有。那回家吃点儿。看我干什么？想去就去。你不是听不见吗？猜的。三妹，你完了。抄家圣旨砸门，那天沈家3姑娘命硬，抄家圣旨砸到门口，他啃着鸡腿把全家啃活了。镇北王世子命更硬，费地设下天罗地网，他硬是从刑场杀出一条新路。只有我知道，那晚真正救沈家的不是我，也不是苏时衍。沈夫人。你今天为什么来晚了？沈家又恢复了热闹，他每日都来，风雨无阻。知微不学杀人。知微昨夜没睡好，不齐。太甜。沈三姑娘在吗？姑娘说不在。那我等她回来。傻不傻？我说不在你就信？你怎么这么好骗？你又装听得见？这次没装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在墙上？你二哥在后面给我打手势。沈惊鸿，你放我下来！不放。苏时衍，你现在很大胆。我爹会打断你的腿。
我带了药。沈知薇，干嘛？一次在8年前，一次在刑场，我欠你的命，还不清。那就慢慢还。所以我把我的命给你。这人真会说话。沈知薇，我不问你从哪里来，也不问你会不会走。你在一生，我护你一生。这人怎么这样？平时半天憋不出一句好听的，真说起来又让人没法接。回来吃饭，一个都不能少！谁敢？你不是多出来的人。那你听好了，我的命不用你给，我要你活着，活着陪我吃饭、翻墙、看灯、骂人，活着看沈家长长久久，看南境再无恶表，看那些死在黑夜里的人终于有名字。还有什么？你3岁尿床这事，我会替你保密。苏诗言，放开我女儿！你爹要打断我的腿，所以呢？所以先跑。沈知薇，轰出去！为什么？想娶我女儿，让她自己来求。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沈知薇脾气不好，嘴硬，能吃会闯祸，还爱翻墙，你要不要？要。他若有一日想走呢？那我送他。不拦。他已经为我们留下过一次，下一次该我们成全他。沈知薇，你不是多出来的人，那我送他。谁说我要走？我好不容易把全家从断头台上捞回来，好不容易把你从剧情里拽出来，这一次，谁也别想赶我走。三妹，那以后还啃鸡腿吗？啃。刚出锅。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镇北王府与沈家奉遗诏清君侧，拨乱反正，护社稷安宁。沈知薇，现在还觉得自己是炮灰吗？不，我是来改结局的。重阳登高，步步高升，吉利。哼，嫁个女儿还要挑吉利日子，她在家待着最吉利。老陈，把库房最里面那只樟木箱子抬出来。这红绸是先帝赐给你祖母的，南境最巧手的绣娘织了整整1年。我年轻时就想着，等女儿出嫁，一定要拿它做喜服。娘，大喜的事儿怎么哭了？高兴的，我原以为这辈子没机会把它拿出来了。三妹，娘，那就给我绣条最好看的裙子，要能翻墙的那种。你这丫头！海棠，那是我女儿小时候最喜欢的花。我爹从来不说这些，
他只会板着脸问我功课，问我有没有闯祸，问我有没有翻墙。原来他也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悄悄种了一棵树。128台。这人平时冷得跟块铁似的，今日却不知为何嘴角一直压着，像在憋什么坏。苏世子，你来下嫔还是来打仗？沈相，我来求取令爱。聘礼抬进来吧，你人可以走了。还有一事。说。聘礼单上128台，实际是129台，多出来的呢？在那里。三妹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聘礼了？你故意的！是你自己爬上去的。抬走，抬走，赶紧抬走！三妹，你下次偷看记得藏好点儿，你这偷听也太明显了。天哪！下来。不下。那我上去。你敢？苏时言，你给我下来！岳父，我陪知薇看看月亮。今晚没有月亮。那看看云。记不记得下面是2条街的人，还有我爹娘、哥哥和一整队真的黑甲。知薇，明日嫁给我。知道了。你还没答应。聘礼都收下了，还能是嫁别人？那你记住，明日我来接你，不管圣旨还是天雷，你都别这次换我救你。那时我以为他只是一种冲动，后来才知道，那冲动他攒了8年。苏时言，你的命我还给你了。8年前我救你，是还你母妃的恩情。什么恩情？沈知薇，你这张嘴，能不能别总在我最想哭的时候，偏偏说的这么让人高兴？像在唱一首很短很短的老歌。睡不着，紧张？有一点。这是你外祖母给我的，我嫁给你爹那天也带着它。娘。知薇，娘不知道你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你从前过得好不好，娘只知道从我生下你那日把你抱在怀里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所以明日不是沈知薇嫁进镇北王府，往后想回来就回来，想吃什么就回来吃。你爹说了，后厨鸡腿常年备着。娘，万一有一天我真的要走了呢？那娘就记住，你的房间一直空着，你的碗筷一直摆着，你那盆海棠花一直有人浇，你回来时沈家的灯还亮着。嫁过去前3天，王府厨子你吃不惯，这是咱家厨子做的。娘，我是嫁人还是野营？有什么差别？镇北王府不就离咱家2条街，来回不到半炷香。好看。原来日子真的能把人变好看。花轿到门口了，三妹你好了没？要是不想嫁了，咱就说。沈静浩，你给我闭嘴！大哥，你背得动我吗？背得动。你小时候闯祸被爹追着打，哪次不是我把你扛回房的？大哥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你们听见我的心声，谢你们没有把我当怪物。三妹，你不是怪物，你是沈家最聪明的人。我们从来不是听见你的心声才护着你，是听见之后才觉得对你还不够好。让一让，我是娘家人，藕粉别撒了。镇北王世子今日像个新郎官了，终于不是那张阎王脸了。娘，她叫沈知薇，很聪明，很能吃，骂人很厉害，和你一样。我知道他在忍。
一拜天地。你手怎么这么烫？紧张？你上刑场都不紧张？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刑场输了不过一死，这里输了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那就别输。二拜高堂。可我知道他紧张，因为他的眼睛敢从头到尾没离开过我。沈知薇，干嘛？你嫁给我了？废话，